我研判美国跟以色列下一波来讲，就不只是瘫痪式的空袭，而是会地面部队直接入侵到底会有多大的地面部队？可能不至于说是全面的这种开战，但是会用像马杜洛方式的这种特种部队直接进去遂行斩首作战的可能性是很高。现在美军到欧洲去的是C5运输机跟C17重型运输机，还有一架飞机，就是 AC-136。这些飞机有一个共同的作战的任务，就是所谓的密接支援对地作战。好，战云现在压到了中东国家，今天要特别关心到的是伊朗，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已经要对伊朗开战倒数了吗？空袭名单现在也出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朗有没有谁来撑腰呢？现在根据了解，中俄的武器都会有办法来撑腰伊朗，那中东是否引爆这种全面的战争？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川普呢活捉委内瑞拉的总统之后，马杜洛之后，下一个目标现在直接被点名的就是伊朗，而且呢，根据厉将军的说法，最快可能下周就有可能动手。现在在伊朗这边可以说是战情密布，包括了美国跟以色列已经全面启动了所谓的战前的部署了，从各种武器的迹象，我们都可以看到，好像要打仗起来了。包括了军备、士兵跟航舰、空中力量，现在都往伊朗这边走。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最新喊话，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我们就会对伊朗来动手。” X 平台上面的这个博主，他也特别引述了多家伊朗跟阿拉伯媒体来同步做了一个警告。他说，美国跟以色列正在准备新一波这种要做的针对伊朗的瘫痪式的空袭，目标就是要瘫痪伊朗的整体的防空系统跟它的导弹的基地。好，确实现在呢也有民众目击到说，当时啊活捉这个马杜洛的三角洲部队，竟然在伊拉克境内有民众看到是现身在街头。好，这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另外一方面，其实呢，在过去几天而已，短短数小时之内，也被发现了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跟它的重型运输机，从美国的本土，甚至是从英国的基地，正在密集的升空往中东的方向前进。也有伊朗的民众回报说，好像看到了美军的 P-8A 海上侦察机进入到伊朗的荷姆兹海峡巡弋。好，厉将军特别帮我们指出了呢，现在伊朗正在积极的补充它的导弹，还有增加导弹的技术等等。那么纳坦雅胡其实他现在非常的紧张，因为以色列没有什么国土的纵深，尤其是跟这个委内瑞拉相比，它是靠海的。那我们可以知道，伊朗呢它是内陆国家，一旦呢遭到了导弹的攻击，没有什么可能会遭受很有可能遭受灭国之灾。好，我们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下一步真的会是伊朗吗？那美以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威吓，还是准备进入开战倒数？首先我说明一下，我研判美国跟以色列下一波来讲，就不只是瘫痪式的空袭，而是会地面部队直接入侵到底会有多大的地面部队？可能不至于说是全面的这种开战，但是会用这个所谓像马杜洛方式的这种特种部队直接进去遂行斩首作战的可能性是很高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去年6月12号、6月13号到20号。这12天，伊朗跟以色列的互相空袭之中，以色列用的是战机，那伊朗用的是导弹。那伊朗初期的时候，它所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大部分可以拦下来，将近90%。但到了战争后半期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以色列当然它自己对空导弹的数量慢慢数量有减少。第二个，它这个伊朗也寻找到所谓突破这个以色列防空火网的这种诀窍，所以它命中率就渐渐提高了。它突破的防穿率后来甚至有到50%以上这么高的突破，这个以色列的防空拦截率。我们看到它后续命中的，包括内塔尼亚胡的这种宿舍被打到了以色列的国防部相关的重要情报设施甚至于港口、机场都被命中。那反观的以色列，因为它的拦截的导弹数量慢慢的减少，被消耗光之后，它的防空性能就减低了。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是伊朗在这段时间，它继续这个补充它的导弹弹药库的数量，然后也继续提升它的导弹性能，提升它作战的技巧，那很可能下一波，如果说万一开战来讲的话，以色列还能不能够像6月份那次能够拦得住这导弹，可能就很大的一个疑问。因为很明显，
从这一波的攻击里面，我们发现战争形态已经改变了，而且是对以色列不利的改变。以色列在这边以往之所以能够称霸欧洲，靠的是它强大的制空能力，还有它地面的战车部队。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纯粹如果说就导弹攻击来讲的话，跟以往的战争形态有很大的改变，这是第一个。那目前得到的讯息是，伊朗不断的在加强它的导弹库的一个扩充跟这个建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我们从上次的战争检讨，我们发现以色列最后它功亏一篑，美军也功亏一篑，没有能够彻底的将伊朗的核设施炸毁。主要是为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就是因为它只靠空中制空的作战能力，而它没有地面部队的能力哈。我们看到美军不管是 B2 轰炸机丢的专机弹，或以色列，虽然你就算整个瘫痪了伊朗的所有空中，可是因为你没有地面部队进去，所以造成你功亏一篑。但是我们看到这次，我们看到大家看一下，现在美军这个到这个欧洲去的是 C5运输机跟 C17重型运输机。但是运输机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我认为装的是所谓的这种黑鹰直升机或者是阿帕奇这一类的攻击直升机所以这很明显，如果装载这种直升机，就是对地攻击的武器。第二个还有一架飞机这个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就是 AC-136，它是 C-136是运输机，可是为什么加个 A 呢 ？A 是攻击的意思 ，attack 它在这种 C-136运输机上面装了1洞5的这种榴弹炮，可以从空中对地面发射火炮，那火力是很猛烈的。那这种飞机这些飞机有一个共同的作战的任务，就是所谓的密接支援对地作战。那密接谁呢？可能就是三角洲部队这个对三角洲部队，我一个特种部队进去以后，我在空中对你可以实施火力的直接支援，不管用直升机或者空中炮艇对你实施火力支援。所以我认为，从这个研判，美军三角洲部队进去，用这些对地支援作战的这个战斗机到了这个欧洲地区，极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美军这次会采取这个除了说空中作战之外，它很可能会采取对地的攻击。那目标很可能就指向他们的精神领袖哈梅尼亚。那哈梅尼亚目前好像也策划了他所谓的 B 计划，准备要逃亡到莫斯科。我觉得整体看起来是这种感觉。好，确实现在确实，我们请导播放到下一张 CG。哈米尼现在确实根据了解是有这种逃亡的计划。那其实背后就是因为有俄罗斯的协助之外，其实呢也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帮忙。我们来看到，不管是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大陆，现在为止，除了刚刚厉将军帮我们提到的伊朗补进了非常多的导弹，增强自己的导弹之外，其实中俄也非常的给力给了许多的武器。等一下一起来看。那其实伊朗现在内部也有许多自己的危机，包括它的这个抗议早就已经延烧了快要2个星期了。那现在当地呢1半以上的省份50多座城市都不断的爆发示威镇压升级，已经造成36人死亡。刚刚特别提到，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又给了伊朗哪一些支援呢？首先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部分，给它的是数千吨的军用固体的火箭燃料，还有飞弹零组件、长程的这一种防空飞弹系统，甚至呢传出这一些都是传出的。下定了100架的歼10C，疑似还有红旗9B 跟歼20等等。那么德黑兰的街头更是拍到了大陆制的反无人机雷射系统神农系统，真的是这样子吗？来看到俄罗斯了，2天之内2天之内5架俄罗斯的运输机降落在德黑兰，传出这当中还包含了这一款浩劫攻击直升机，甚至也有消息指出，确实哈米尼是不是已经在俄罗斯的帮忙协助之下，接下来会启动逃亡的这个 B 计划呢？必要时就会到俄罗斯去避险。所以接下来要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中俄武器真的要来帮忙了吗？能够打下以色列跟来自于美国的攻击吗？甚至有可能反击吗？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情势是有点混乱有很多讯息都是谣言很难去证实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前段时间以色列跟美国对于伊朗的攻击，那是卯足全力来打的打了结果怎么样？因为地面部队是不能够介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伊朗本身它是100多万平方公里它的国土面积是164万8000多平方公里，很大它的人口数很多，8000多万人口再加上伊朗的国土
跟一般的国家不太一样，它是一个中切的啊。所以美国在过去好几届的政府都试图想要去攻打伊朗，没有一个政府敢下这个决心。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地面部队投进去的话，全部会被卷入这样的一个中切的一个领土里面，基本上它跑不出来啊，而且也作战没办法打进去，而且基本上因为人口数太多，逊尼派的凝聚力很强啊，80%以上都是逊尼派的，不是什叶派的。80%以上都是什叶派的这些人，他们的凝聚力很强，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美国曾经尝试企图，但是最终不敢用地面部队去打。美国曾经想说，我先把阿富汗打下来，再把伊拉克打下来，那这样的话，我就东西夹击这个伊朗，我就有一个出动地面部队的支撑点，我先用火力。在阿富汗跟伊拉克对于伊朗实施这个密集性的周波性的饱和性的攻击以后，我再把地面部队打进去。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没有办法如愿。第一个就是他在阿富汗建立不了根据地，因为在阿富汗他占领了以后，本身就受到塔利班游击部队式的袭扰。第二个，他占领了伊拉克以后我们看到伊拉克跟伊朗都是属于什叶派的人，伊拉克很快的就改善了跟伊朗的关系，伊朗的民兵组织就进入了伊拉克，所以美军在伊拉克本身内却面临了伊斯兰国，也就是逊尼派的对于他的反扑，所以美军卷入在伊拉克的一个作战，所以他2个基地都没办法使用。那最后一个就是巴基斯坦了，巴基斯坦跟中国是铁杆的兄弟，美国也不可能使用巴基斯坦的基地来对于伊朗实施攻击。你想想看，对伊朗来讲，他根本没有任何切入点，他找不到任何切入点，所以他的地面部队根本就不敢派进去。这是在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的政府从来做不到的事，也不敢做。那唯一能够用导弹来攻击，可是导弹的攻击，中程的导弹是昂贵的。以色列如何来炸这个伊朗呢？所以我们看到他最终后来是派空军轰炸机进去，美国也是派轰炸机进去，因为这个中远程的导弹是贵，而且产生效果不大，要派轰炸机。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大陆协助伊朗所建立起来的这个红旗9的一个导弹，那就要看伊朗本身的这些军官、士兵们对红旗9的使用的熟练度。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套进去。伊朗的国土面积这么大，多少套进去是一个重点。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歼10C的一个采购，你采购了到飞行员的训练形成战斗力，这还早，所以它能产生的功能效果，我们不能够把它列入计算。有关于歼20，那是别想，中国大陆歼20是不外销的，所以这绝对是谣言，这不可能的事情。那打下无人机的雷达系统，这个比较容易，所以我个人觉得，以色列跟美国来讲，放话的成分极多，但是搞内部颠覆的可能性是最高。这也就是为什么突然间伊朗内部爆发出一半的省份都有因为通货膨胀而爆发的矛盾跟冲突，这个倒是美国 CIA 的专长。委员又怎么看？那哈米尼现在是很危险了吗？另外一方面就是美以，然后中俄伊这样，委员又怎么看？美国以色列的战略目标不叫打伊朗，他打2样东西：一，伊朗的教士政权；二，伊朗的核设施。对于这2个性质跟委内瑞拉那个性质不太一样。目前的伊朗的教士政权已经开始动摇了，所以这个要他更动摇了更厉害，他当然会用武力来施压嘛。武力来施压的话，哈米尼当然要藏好一点嘛，因为教士政权的5大家族，说不定就是成为被铲除的对象。因为包括三角洲部队啦，包括以色列的精准炸弹啦，然后要把伊朗的教士政权当作珍珠党那么容易铲除，也实在是不太容易啊。但是话又说来，又很容易，为什么？这些人真的没地方逃。你说哈米尼可以逃到俄罗斯，俄罗斯不可能所有人都收嘛，5大家族都收也不太可能哈。那现在这个伊朗的教士政权的确已经到了伊朗人民天怒人怨啊。
这个贪污啦、腐败啦、垄断商业啦、收贿啊、卖官啦，无所不用其极。你只要想想哦，比清朝末年更可怕的局面都出现了。这美国就是要利用这个时机啊，利用这个时机，那所以才会放话说，你如果开枪打示威者，然后我就 K 你啊。所以现在他是在执行如何进一步动摇教士政权的一个方法，因为伊朗是向来都有世俗政权的传统，伊朗的历史上很少教士政权，这是科梅尼搞出来的，然后教士又不善于经营国家，不善于治理国家，而且将贪污腐败，所以就给了以色列跟美国可乘之机啊，抗议一定会持续下去，因为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嘛，那再加上美国的煽动，对不对？那当然会花越搞越多。那第二个就是核武器也会被炸掉啊，大概就是2样而已哈。那如果不是跟这2样，大部分地方是没有关系，因为它重点不是伊朗的石油嘛，不是。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关心到的是中东情势。今天来关心的是纳坦雅胡是否误中了来自于伊朗的圈套呢？伊朗神秘现在正在进行建设当中的就是它的这个神秘碉堡，等一下会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细节哦。那么现在正式的曝光了吗？再来就是关心了是不是伊朗在背后未来还会有中国大陆的势力，中国的影子舰队是否来协助运送一些设备，帮助伊朗做它的飞弹升级呢？我们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关心今天的这个开场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我们的来宾一起来做回答的。首先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纳坦雅胡这一次是否误中了来自于伊朗的圈套呢？因为纳坦雅胡他说啊，他找到了伊朗的浓缩铀，到底是他为他要打战前铺路，还是他落入了伊朗的圈套呢？第二件事情，刚刚在讲的十字号山，就是现在伊朗正在偷偷秘密打造的这个终极核碉堡，正在打造，据传比福尔多更深。深度最多达到100公尺哦，美军是否过去它的钻地弹的这个杀手锏是否还能够打穿它呢？最后我们来关心是否在这背后伊朗有中国大陆的影子舰队会出手吗？它的关键行星搅拌机是否帮助输入给伊朗，来帮助它在做飞弹的量产正式进入倒数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关注。今天最新开场，我们先来关心到的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一回再把军事焦点指向了伊朗，他怎么说？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纳坦雅胡说：“我掌握到了来自于伊朗，他现在又在偷偷的隐藏这些高浓度的浓缩铀，地点啊，疑似现在也找到了，就是要来替新一轮伊朗的军事行动要来找借口吗？这是来自于纳坦雅胡的说法。当然，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是不是有备而来了呢？他最新宣布公开处决被指称为是摩萨德最重要的间谍之一的一位男子哦，并且怒控以色列他渗透伊朗的政府机构，企图夺取这些最核心的机密。双方你来我往，似乎打的就是一个情报战。中东局势现在更紧张了，恐怕会有大规模的冲突即将要爆发了吗？我们先来关心纳坦雅胡，他高调宣布说找到了伊朗的浓缩铀，是想要替攻击制造一个正当性吗？因为他说找到了这个位置，他已经把情报提供给美国了，是想要再做另外一次的攻击吗？是真情报还是假情报？另外，伊朗真的有这么笨吗？他会就这样子很容易的让这个摩萨德取得这样的情报吗？还是他故意制造假情报，让以色列落入圈套当中？介大使怎么看？我想就以色列来讲的话啊，这个伊朗是他在区域内啊最危险啊，也是最威胁最大的一个敌人。那只要有伊朗存在一天啊，他就很难的这个叫他就不会感觉到舒服的。所以在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关系啊，会永远都处于一个紧张状态。而且借着整个美国现在川普政府对这个以色列政府的高度的支持的情况之下，他们前几个月已经对伊朗进行过攻击了。那么用了美国最先进的这个钻地弹，那是美国库存也不多的钻地弹啊，把它的地下的这个核设施啊，川普是说销毁得很彻底，可是呢有人存疑，那也有人说事实上的话，那个
地下核设施啊被这个攻击的前几天啊，伊朗已经把这个浓缩铀啊这些都已经移走了，对，这都没有办法获得证明。川普的讲法是说消灭得很清楚，那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又说我们又找到新情报了，有400公斤浓缩铀。这个量非常的大，非常大的一个量，而且它现在埋得更深，是地下100公尺。对，那意思就是说，还是要想办法把它摧毁。那只要我觉得这个情报哈，在反复的验证之下哈，它得到确实的话，我想在适当时机的话，美国跟伊朗应该还是会这个联手去美国跟这个以色列还会去联手想办法摧毁这个伊朗这个地下核设施。不过这时间之窗也不大，因为必须要在这个川普仍然掌权，而且是有效掌权的这个方式之下。如果说川普不掌权了，或者川普卸任的话，我想要继任的总统很难会接受叫以色列对伊朗进行这种攻击的。不过就变成这个同时期。伊朗也处决了一个穆萨德的间谍这显示事实上伊朗也正在怎么清理门户，因为伊朗事实上每一次好像都没有国家机密，人在哪里人家以色列也搞得清清楚楚，你和最机密的东西藏在哪里，人家搞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出了内贼嘛，人家穆萨德的这个情报做得很确实嘛。那不过我们在这些各种刑事研判的时候情报一方的情报是不够的，情报的这个基本上它是2线、3线甚至4线，一个情报出来找 A 线过来，要 B 线去确认，B 线的再确认后还要 C 线，这样才会得到最后的一个什么精准的情报，而不会这个钻地弹用下去了，结果又没打到。对，所以呢，我觉得伊朗只要有机会的以色列只要有机会，不会放过伊朗的。那美国川普事实上的话，他是会配合伊朗的，配合以色列。所以这个情势，我觉得危机没有解除。那么只要有确切的情报，有一个恰当的时机那么美以联合再来攻击是伊朗这个可能性不能被排除。好，所以注意到了，接下来这个美以针对这个战争，针对伊朗的战争，随时都可能在引爆。尤其现在我们要特别来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上次我们才提到嘛，6月份的时候，美国不是才派他的轰炸机去 B2 轰炸机去攻打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吗？这一座是他的纳塔兹的核设施，但是我们看到，攻击完之后，非但这个伊朗没有停手，反而在加速建造它的地下的核设施，而且呢，这一次根据了解是规模更大的，它正在秘密的建造当中。这个核设施叫做十字号山地下核工程。等一下，我们一起干哥来带我们了解现在正在秘密建造的这个核设施的一些基本档案。它这个地点呢，其实距离上次被 B2 轰炸机轰炸的这个纳坦兹的地方只有1.6公里的一个距离而已那么根据现在卫星影像的最新显示，确实呢，这个隧道正在加强它的稳固当中，外围的防护也在强化当中。重点是可以看到它的气土量增加，所以呢，好像随时都在建造当中。最深，甚至是可以达到100公尺的，比过去任何的核设施看起来都更具有隐秘性更骇人的事情是，上一次其实美军在攻击之前得到的资料是，伊朗已经囤积了大概900磅，也就是浓缩至60%左右的一个铀。那一批铀到现在其实是还没有找到的，现在又再加上这个新的核设施，到底伊朗在秘密计划什么？这个核设施到底有什么特别，有多隐秘？那经过强化之后，美国它号称能够摧毁它的地下核设施的这一款武器 GBU-57还能够奏效吗？干哥怎么看？好，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这个十字镐地下核工程。可能大家还记得上次美国的那个 B2 轰炸机，他们总共有派出了7架，然后每一架飞机上面带了2枚应该叫做炸弹之祖GBU-57巨型钻地弹巨型钻地弹这个刚刚大使讲真的没有多少颗美国大概上次就用了库存的一半，14颗打掉了。那这种巨型钻地弹有多大呢？整颗炸弹有3万磅之重。也就是
就是15000公斤，那是非常大的炸弹，所以被称为炸弹之祖。因为俄罗斯有个炸弹之父，然后美国还有一个炸弹之母，改天我再跟各位介绍，这个是一个家族啦，就是代表说他们都是非常，它是以重力加速度为本，在进入这个目标之前啊，它会启动延时引信。延时引信的意思就是说，它要钻到地面，到了里面才爆炸，这个叫做钻地弹的意义。那以前美国早就有这种钻地弹，就我刚才讲的炸弹之母啊，但是这更早在越战的时候还有用啊，越战的时候是 GBU-28精灵炸弹，那个时候打进去，我跟你讲，只能打6公尺，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越共啊都躲在那个地底下，可是后来发现没用，为什么？因为越共到处跑，所以打了这边，他跑到那边，所以后来这种精灵炸弹变成毫无用武。到了这次对付伊朗的时候，用这种炸弹反而是有用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固定的，不会动的啊。那以前只能打6公尺，你怎么打得到？所以后来美国发展出了这个炸弹之祖 GBU-57之后，号称可以打60公尺，是以前 GBU-28的10倍，它可以打60公尺。不过现在问题来了，纳坦兹听说他在地下100公尺，难道川普你要再派 B2 去吗？这次打得到吗？而且我们看最近纳坦兹的这个地下，不是纳坦兹，就是在十字号，上次是攻击纳坦兹，这次十字镐只距离纳坦兹1.6公里，这么近。我告诉各位，十字镐在5年前就开始进行工程了。但是非常神秘莫测，摩萨德的情报人员知道这里在进行工程，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有核子痕迹，也就是说有核子的相关资材跟那个设备的进驻，所以当时他们也在怀疑这到底是什么啊？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有伊斯法罕、有福尔多、有纳坦兹，有这3个地方了，怎么那还有多出一个十字镐？这是在干嘛用的？所以当时并不能确定，现在终于能够确定了。原来这个地方挖的比以前更深，到了100公尺。我今天要讲一句实在话，以色列空军没有能够对付这样的目标的武器，到时候还是要川普出手。希望川普能够搞得让他自己能够连任，不然的话，要再次发动攻击的话，其实国际视听也很重要。我是认为啦。它已经到了100公尺，但是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上次钻地弹的那个成绩如何，各方说法莫衷一是。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没有用的话，那还会在纳坦兹原地起炉灶。显然是有用的。那现在这个900磅的武器级浓缩铀到底还剩下多少？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摩萨德那边一定会有情报，所以尼坦雅胡他也保留，说我当然知道放在哪里啊，我也知道他们现在要新建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这个山。那问题是，以色列本身是没有办法摧毁的，到时候还是要请美国来帮忙。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伊朗要发展核武的决心是不会终止的。今天不管任何情况之下，他可以对国际社会示弱，但他在私底下，他绝对会继续发展，因为武器级的核设施跟核子弹是像这样子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保障自己安全的必要手段。印度也是这样，巴基斯坦也是这样，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美国的强制的措施跟以色列联手攻击，那是不会有真正达到效果的一天。好，谢谢干哥。好，确实如干哥刚刚帮我们提到的，这个伊朗持续的研发它的这个核武设施的发展是不可能会停下来的。另一方面，除了在核武之外，现在伊朗要强化的就是它在它的飞弹上面的生产了。
据传这背后可能还会有来自于大陆的帮忙吗？因为来自于美国的媒体已经开始质疑了，说，确实啦，你伊朗想要现在在做飞弹，但是你还是缺少这个关键武器啊，它就是行星搅拌机来帮忙做生产。不过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支持呢？现在大家也在关注，尤其过去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制裁之下呢，中国大陆可以躲避美国的制裁，把伊朗的石油洗产地之后输入到中国大陆，现在要他去给这个伊朗运送一台所谓的行星搅拌机，应该不会太难吧？聂老师又怎么看中国大陆的态度？再来就是行星搅拌机对于生产飞弹来说，到底这一台机器有多么的关键？那中国大陆他会愿意透过他的影子舰队来帮助伊朗吗？聂老师又怎么看？好，那世明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呢，态度非常清楚，当然会。那再怎么讲呢？我们讲全世界有8+1个核子大国，除了安理会的5个国家以外，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嘛，中俄美英法。那美英法属于这个体系，中俄属于这个体系。那93阅兵大家很清楚，还多了一个北韩。那当然还有巴基斯坦和印度，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说有呢，好像又有没有？其实它就是有。反正8+1，现在呢这个势力呢有点势均力敌，因为美国很多，那中国再加上2，北韩不会输。但中间你要知道，现在这些所谓的国家把这些国家用邪恶2个字叫邪恶轴心国，里面叫 CRINX 啊 ，CR 中俄，还有一个 NK Inc 的 NK 北韩，中间是什么？伊朗。这是一个 team， 当然就会，所以中国在最后一定会帮忙，但是中国不敢随便得罪美国之下，各位想想看，这个伊朗这么大，以色列这么小，结果以色列呢去打他的飞弹基地，结果在6月10号还真的摧毁了不少，认为他可能不行了，而美国呢当然要支持以色列去把伊朗，甚至打了伊朗，后面的中国实力就会减弱，这时候还 GPU 武器就嘣，深土炸弹把它钻进去了。核能当然也损失了一些，但是都没有完全解决。好，重点来了，现在伊朗要重建。美国说你不可能很难啊，可是卫星拍到了 ，satellite 就看到，他们真的在重建，怎么有办法呢？你有行星搅拌器吗？什么叫行星？大家都知道嘛，哈，太阳系旁边行星就像叶片这样旋转，非常稳健的旋转。我跟你讲，各位啊，全世界有一样东西啊，我跟你讲是必须要靠设备才有办法做到这么高密度、高精密的。我讲很多东西需要搅拌。比如我们要做的很多精密的东西，你看波纱布、波纱线都是要非常多的石头、稀土这样去搅拌混在一起的。还有你脸上像思敏长那么漂亮，对，如果有油怎么办？是不是要有东西去洗掉、化掉？是不是也要混合？有油水混合物？我跟你讲，搅拌机就是要把你高粘度的东西混在一起，把它混在一起就可以做。未来做飞弹的这个武器，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不容易。那中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先讲一个国际的氛围。当这2大势力之下，当然答案第一个是肯定中国，当然就会在某些程度私底下帮忙。我们都很清楚啊，说不好听一点，我们讲哈马斯也好，真主党也好，胡塞组织也好，就是以色列要打击的目标，它后面的这个代理人战争后面主人就是伊朗，伊朗的后面主人应该就是中国啊。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是有层级的，所以会再来就是行星搅拌机就会，因为说实在的，大家也在传说，伊朗很多的石油怎么去到中国呢？除了这个看得到地外，也有所谓的地下通道可以输入这个能源石油。所以行星搅拌机中国一定会用。中国现在这个所谓的基建非常强啊，你看他现在基建狂魔啊，他很多东西你说他不可能，他都帮你做到了，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行星搅拌机是很厉害，是真的可以帮你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所谓的飞弹的物质材料混合在一起，做一个比较。能够重建它飞弹基地的，因此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计划的确是在美国出乎意料之外。那么这个我已经看到之后，我们觉得美国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审视，搞不好美国开始又要做其他的动作，可能又把眼光又要丢到中东了。我们还要持续观察。同样也是军事上面的消息，我们要来关心的是，伊朗现在要接收这个歼10吗？并且还会搭配到中国大陆它的霹雳15，这个威胁之大，现在美国跟以色列都非常的紧张跳脚，而且说了要切断晶圆。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伊朗的空军现在是不是真的要脱胎换骨了？因为现在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国防部正式的做表态了，他们说呢，愿向友好国家来供应歼10战机。那么来自于伊朗媒体这边也爆料说，目前确实德黑兰跟北京正在交流洽谈当中，有机会可以引进达到40架的歼10，而且重点是还有 AESA 有源相阵雷达。再搭配霹雳15这个远程的空对空导弹这一种高规格的版本，这代表什么？代表说伊朗先前都是用一些老旧的，不管是2制的米格或者苏凯来凑数，现在直接晋升为可以跟以色列对抗的这种准第5代的战力了。
专家就预估说，如果说伊朗真的完成了来自于这些中国大陆武器的部署，就可能改变整个中东的制空权，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等一下请将军们也一起的来做解读。那现在呢，美国智库也很紧张。所以美国智库就喊了说，应该要赶快做的动作，包括呼吁说，中国跟伊朗的军事经济链要赶快把它切断，并且放话要封杀中国买伊朗的石油，因为伊朗的石油真的对于伊朗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中国买伊朗的石油、原油的这个成数大概达到90%哦。那么伊朗它军事预算当中有一半其实都是来自于石油跟天然气的收益，它才能去发展它的现代化军事武器。所以节目一开始赶快请教张将军怎么看这一次的歼十搭配刚刚讲的嘛，这个雷达跟霹雳15到底有多大的战力？美国智库是真的感到害怕了吗？那接下来美国说要对中国制裁，中国大陆会不会缩手呢？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伊朗要去克服的，我认为还有3个关键的因素，他要去解决。第一个，他买了40架这个歼十，数量对伊朗来说是太少了。你40辆就1个连队而已啊，就1个连队，这1个连队里面只有2个中队，1个中队20架，2个中队40架。伊朗那么大，164万多平方公里，结果你在40架歼十，你可能说聊胜于无啦，但是我认为你这散出去你就知道，你要分散部署吗？你40架已经不要分散部署了，你就分2个好了，一个基地20架，你也只能这个样啊，你不可能5架，那怎么维护啊？所以他没有办法，没有分散部署的问题，它数量太少。伊朗太穷了，国土面积太大了，40架一撒下去根本没有，有根本那只能讲聊胜于无。我讲的数量问题。第二件事情，训练问题，他能不能训练？你这个训练出来成军的话，真正有作战力啊。一个我们讲的一个飞行员，从基本飞行到高级飞行，喷射机，然后再到歼十C，真正完成战斗之后，变成一个组合训练，没有3年5年下不来，你飞机还没拿到嘞。你现在是要做这个训练，所以这个是5年后的事情。5年后的空权发展是怎么样？都日新月异 ，AI 都出来了。现在都是1架歼击机出去外面带3架，最多可以带6架无人机做中程僚机。现在已经朝这个方面去搭配，伊朗还没有。另外一个不要忘了，它只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完训了。那现在不要忘了，伊朗没有空中预警机，没有空中预警，你战斗机上来的时候谁来管？地面管制站，地面雷达管制，你雷达管制那还是传统。那现在已经变成系统化、组合化的作战，伊朗在这方面根本跟不住。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你看看这个方方面面，伊朗有没有准备？根本没有准备。另外，现在以色列针对伊朗，摩萨德会针对伊朗做情报收集，这些歼十C它的电磁频谱、雷达参数、电站参数是什么？这个摩萨德在收集。所以将来打仗打空战，将来打仗的时候啊，打电站那就出来了。为什么？以色列在搞这些。另外我们来看。伊朗不可能成立一个攻势空军，它一定是守势空军，因为它要跨到打1000公里外的以色列去轰炸吗？难度增减，难度不会。那你只能没有空中加油机，那你也只能在本土空防做一个守势空军。那守势空军能够对以色列产生多大的威胁？没有，你守势空军啊，只有以色列来这边轰炸，来这边作战啊，你更没办法。而且知道以色列他这一次去炸这个伊朗是通过叙利亚。叙利亚现在是沙姆解放组织控制，他对以色列是采取一个不对抗主义。你的以色列空军过来了，他目移目送，炸完了从伊朗回来了，回到以色列，他是目移目送，是这样子。叙利亚没有空防，他对以色列通过他的领空去轰炸伊朗，他不做任何拦截。你想想看，那这样子的话，那伊朗的空防威胁是更大。所以我们方方面面来看呢，那关键就在。那以色列还会发展弹道飞弹，那这样的话对伊朗的那个放歼十C的那个机库、机堡、地下防置做轰炸，所以将来伊朗在这个空权上面、制空权上面能拿回多少，我认为并不乐观。好，同样的问题，将军又怎么看？但是最起码伊朗先踏出第一步了，这个所有战力建立。一定是从0开始慢慢往上增长。那你永远不踏出这一步来讲的话，你永远空防是0哈。所以我觉得伊朗来讲，40架确实要建立整个国家的空防体系来讲的话，确实是不足以。可是代表说伊朗开始感受到制空权的重要，他开始愿意踏出这一步。那第二个含义来讲的话，他如果说是中国大陆愿意将这款战机卖给他的话，也是代表外交上、军事合作上一个突破哈。
那第三个，我觉得中国大陆会卖，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中国大陆一直很想借这个机会，它的影响力深入到中东地区去。那大家看，如果说是中东下面就是所谓的波斯湾嘛，那上面来讲的话，隔着里海就到俄罗斯，然后接着过去，如果说从陆路过去的话，就是土耳其。其实伊朗在这个地方来讲，有它一个这个战略的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地缘战略的重要性。那中国大陆当然很想对这个地方势力希望能够影响到这个地方。那以往来讲，因为伊朗来讲它的角色它摇摆不定。我觉得这次很明显的，美国轰炸伊朗以后，可能让伊朗下定决心要向中国来靠拢，愿意让中国影响力进来。那这个40架战机是第一步所以我觉得这只是开始，代表后续的含义。你要看中国影响力就可以进入到伊朗嘛。那伊朗来讲，他开始感受到这个制空权的重要。那第二个我要讲了，40架虽然没有办法全面空优，可是你知不知道它可以局部空优？所以我们作战来讲的话，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全面赢你，可是我只要在关键节点上面，我保护我自己重要设施，我就好了。比如说，我讲40架战机，它可以部署在哪里？它比如说核设施的位置，它部署在这个地方我别的地方让你炸，但是核设施位置，如果说你要进来的话，那试问一下，如果说真的部署了这40架战机在这次它的核设施附近来讲的话，那 B2 轰炸机还有没有能力这样大拉拉如入无人之境对它实施轰炸？这就是局部空优，我只保护这个地方。那第二个来讲，它是搭配霹雳15。那上次这个印巴冲突的时候，我们看到霹雳15射程是180公里之外将敌机击落。那事实上搞不好更远200公里都有可能，这个数据我们不知道但是最起码可以肯定的是180公里。那你知道以色列来攻击它的话，以色列用的都是战机就 F-15、F-16或甚至于 F-35，它有一个短板，就是它到伊朗去轰炸完以后，不管来之前或回去之后，中间一定都要有空中加油。那如果说是歼10，它专打你的预警机或者专打你这些加油机，那你以色列战机你回去的时候，如果没有奶妈帮你加油的话，你威胁就会加重你要对伊朗空中这个轰炸的一种困难度就会提高。如果有这种飞机来讲，他就担心，那我要不要提高我自己的加油机的安全的维护，就会增加它的难度。第三个，它可以部署在哪里？我觉得荷姆兹海峡，大家去看看荷姆兹海峡，这个对面就是什么地方？旁边就是美国的巴黎就所谓这个中央司令部的位置，以及也是它第5舰队司令部的位置。那如果这群战机摆在这个波斯湾的对面，摆在巴林对面来讲，我想对美国来讲还是有这个如鲠在喉的那种感觉，因为一架飞机一直对着你，虽然说我可以将它击落，可是对我来讲永远就是一个威胁。所以40架战机不见得能够帮助他打胜仗，但是确实是可以增加美国或以色列要对他攻击的一个困难度会提升很多。好，至少这个伊朗开始做了买了40架的这个歼10。那么重点是刚刚将军也帮我们提到了嘛，它其实可以局部的保护自己这个空优，尤其在核设施上面。所以现在呢，看到以色列就非常的紧张。以色列最近又有动作了我们就来看到说，以色列的国防部长这边喊话了，说接下来只要感受到任何的威胁，就会直接的打击伊朗。尤其这个时候，欧美情报又爆料了，伊朗早就已经把它的这个高浓缩铀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核计划最多呢，你也只能再延后个几个月而已所以上次美以的攻击确实搞不好就是真的没有打到痛点。到底怎么一回事？杨老师又怎么看？据传是伊朗要买40架歼10C，但其实9年之前伊朗曾经一度要考虑买100架歼10C，但是自己内部决定不买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歼10C，而想要去买法国的标风。那结果呢，受到法国跟欧洲这边的禁运所以呢两头落空。所以他们都在想，如果9年前他买了100架歼10C的话，现在这个情况说不定搞不好是今年4月的时候印巴战争的重演了，这也不一定。那你现在买40架够不够？刚才张将军讲得很清楚，所以俄罗斯的专家已经说，40架不够，要买400架。那当然有没有钱是另外一回事。那同时你买歼10C跟霹雳15这个导弹也不够，你要买这个空警500，还要买这个红旗9。才能形成一个整个资讯链的这个防御，而且就是针对
关键的未来核武设施。因此，伊朗如果决定要继续发展核武的话，它就一定要再继续的掌握弹道飞弹以及部分的，就是防卫性的制空权，它一定要这么做，不然剧码会完全的重演。那但是以色列当然就知道啊，在你达成建军，然后呢进一步的制造核武器之前，它就会不断的轰炸。那问题是你能够不断的轰炸吗？因为以色列在那个12天战争当中遭受到伊朗的弹道攻击，也是全国的受创很深呐。因此，他还能再重演这样的一个剧码，美国还会再帮他用 B2 去炸伊朗的任何的地方吗？所以这个都我觉得可行性不至于完全的重演。可是呢，这2个国家现在就不断的就是觉得自己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伊朗没有别的路好走，除非你愿意革命，然后完全的跟西方和解，否则的话，你就一定要建构你自己本身的防卫性军事的能力。弹道飞弹部分的这个制空权，那歼10C经过政验，然后呢9年前已经要准备买，跟中国大陆关系也有这个原油的关系，那也有这样大陆愿意出售，就是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其实是存在，但需要一步一步来，只是过程当中如何去避免以色列持续的轰炸，而使得你的一切到后来完全落空，这是可能必须要考量的。好，接下来关心，没有想到在此刻英法联军轰炸叙利亚，难道第三势力要正式的进入到中东了吗？川普恐怕进攻伊朗吗？这是另外一个议题，今天我们来做讨论的，因为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种种的迹象显示是有可能的。普丁则是出手军援，在此刻去军援伊朗。我们等一下也会来关注到的是俄伊同盟力抗美国，赶快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在美国去抓了马杜洛之后，欧洲国家也另外一线正在开火当中。这一次啊，是英国跟法国的军方一起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它的地下的军火储存设施这边。英军我们看到它出动了哪一些武器呢？多架的台风战机，还有航海加油机空中做支援，跟法国的军机一起做联合出动。英国的这个国防部还非常的有信心说，我们打得非常的精准，我们投掷的导引炸弹是已经精准命中了武器库而已。旁边的这些平民啊都没有任何人受伤，但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英法要选在这个时间出手呢？是不是因为川普才刚进军这个委内瑞拉，他看到了谁说，谁拳头大，谁就可以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全球拥有真理？所以这一次，到底英法我们看到过去他们在有关于巴勒斯坦的问题上面意见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间团结起来了？难道是真的要反恐吗？还是他们在声援美国？难道英法这个第三势力接下来也要正式的介入中东国家吗？大师怎么解读？表面上是声援美国啦，因为美国前几个礼拜他们有几个在这个伊拉克的这个叙利亚的美军被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些派系给他杀掉了，所以川普震怒，他就派飞机轰炸，所以就是说美国先动武在先了。那这个表面上英法是声援美国，那反恐的话，我觉得当然也是理由之一啦。不过真正理由，我觉得他们就是英法要展现欧洲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目前还算没有完全被怎么讲，被排除在国际强国之林啊。这个对于英国、法国本身的振奋国民的国家这个国民的这个信心，提升执政者在国民心中的这个地位这个影响力更大。你说这个叙利亚那么大，沙漠那么大，跑到那个中间去投几颗炸弹，对，那表示他有这个能力啊，对不对？你要飞机，你要能够飞那么远，而且在国际的这个，其实那个地方有点国际三不管，叙利亚根本就没有这个力量。大部分是哪2个国家的力量？这个地方最主要是美国跟土耳其的力量。那所以这2个国家，美国已经先动手了，因为美军被杀，对，美国也好久没有在那边动手了。美军被杀，川普才叫吹，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展现一下英法还是一个怎么样有打击，在海外执行打击任务的
这是一个这个军事力量，不要被人家看衰。另外，欧洲也一直在讲要搞这个欧洲军，我想这也是某种程度展现他们不是空口说白话，还有一点行动能力。好，欧洲展示它的在国际上面的军事威慑力。那美国呢？美国仍然是持续的，也好像还有其他的动作。川普才刚威胁完委内瑞拉，现在呢看起来有可能下一个被打的国家是不是就是伊朗呢？因为我们看到伊朗呢，先前不是有这个为期2周的抗议的这个示威吗？造成多人死亡哦。那么川普也特别讲说，如果呢你再让抗议者死亡的话，会对伊朗进行更严厉的打击。结果这话才说完没多久，我们看到被美国视为重大军事行动前兆的这个叫做五角大厦披萨指数，在1月5号突然间暴冲到1250%。要知道这个数字可是历史上面的新高，甚至高于当时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前的770%。所以几个迹象看起来就是这个美国有可能去打伊朗。那么我们也看到其他的讯号，来看到画面上特别列出来，包括美军的无人侦察机最近突然间出现在伊朗的外海，以色列内部也正在讨论委内瑞拉模式是否可以被复制。第三件事情是美军的大型运输机也向中东这边集结了，社群平台甚至是释放大量的战前的这个气氛的一个讯号，每一个讯号都在说，好像美国正在进行准备下一步了。真的会是川普下一个攻击的对象是伊朗吗？他会不会复制打这个委内瑞拉的模式，也复制在哈米尼的身上，还是他会直接来轰炸？上次哥怎么看？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正确的来观察、了解这个伊朗问题。那么，伊朗其实真正的关系人不是美国，是以色列。大家一定要深深记得哦。所以在这个无论这个宗族啊，包括这个信仰以及种族之间的关系，关键者是以色列。而以色列只是非常懂得借力使力，那么跟美国当中可以紧扣在一起。所以过去来讲可能会捆绑在一起，我们从来都认为，因为犹太系统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所有各方面无所不在，所以当然仿佛犹太人或背后以色列可以遥控美国的一切的，包括军事在内的决策啦，这是我们传统的思路。可是现在我觉得川普因为跟过去政治人物不太一样，没有容易那么被操控，他算是商人，可是还会精算的啦。所以先前对于以伊朗到现在不断的放话，那么以色列一直来来回回。特别是纳坦雅卢飞奔到美国去跟川普见面了无数次了啊，所以这些的部分都是一个紧扣的部分的动作，因为以色列内部其实也有一些抗争，不反对纳坦雅卢的力量，所以但是忌惮什么呢？忌惮主要是忌惮伊朗这部分到底到现在为止，特别是这1年多以来，有没有跟中国或俄罗斯的军力当中哦，无论防御跟攻击线，我们知道现在其实以色列自己也很辛苦啦哈，胡塞组织当中现在炸以色列跟好像在照3餐吃饭这样乱炸一通哈，很吓人的。所以有关于大国军力这件事情跟伊朗之间的挂钩，伊朗现在的防御跟攻击能力来讲，其实并没有真正被验证。所以现在其实蛮重要的是，到底以色列会动手？美国会动手，关键还在于情报的掌握。我觉得这次委内瑞拉的战争其实提醒我们这一点，就是说，真正的其实斩首行动也好，军力再厉害也好，关键还是在情报的掌握。这次美国最厉害是展现它一如既往的情报很厉害。所以大国之间，比如说中俄跟伊朗的具体合作如何，我们在委内瑞拉也看到，也都声援委内瑞拉。可是呢？问题是你真正的声援跟帮助来讲，没有精密到让美国可以不突破，所以伊朗我相信也是一样子。我想包括伊朗乌克兰战争，我们看到，明明你普丁你不是也可以斩首，泽连斯基都不斩首，拖了3年多，你怎么回事？还是没有能力吗？还是你的情报当中也不见得现在跟过去 KGB 那么厉害了，没有办法突破美国或者乌克兰的保护网。所以我认为这次现在来讲，我们在思考包括伊朗的问题在内，情报系统的掌握好像是现在大国竞争，尤其在军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委内瑞拉这一次提醒了我们。好，确实哦，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现在都非常的担心伊朗它跟中俄在军事上面的这个军事突破到底到了哪里？所以呢，现在也放话了，有没有可能就是会打伊朗？但是在此刻呢，莫斯科它似乎正在悄悄的帮助伊朗来声援它，尤其是在军事上面，莫斯科现在正在声援。那当然。
然也引爆了这个区域的安全紧绷。我们来看到这是实际发生的，过去48小时，俄军总共是出动了它的重型运输机至少5架次降落在伊朗，重点是它是高频的、不寻常的航线，好像看起来就是要躲避西方的监控。那么运输机上面载着什么呢？看到画面，包括了现在根据了解有这个浩劫武装直升机，第二个是配套的弹药跟地勤系统等等。我们请干哥来帮我们分析，可能俄罗斯这一波重型运输机到底在装什么？传出哈米尼现在也很紧张，好像有一个计划，他要逃到莫斯科去，有没有可能呢？难道伊朗的政权真的面临危机了吗？好，俄罗斯最近48小时，也就2天之内，有5架次 IL-76一流升76重型运输机。好，我告诉各位，这就是要打起仗来的时候，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运输机。OK， 它的地位相当于我们现在国产的运20，我们现在新的运20运输机，它都属于战略级的，它不是一般那个区域性的那种小飞机了。这些运输机往返5次，那你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当然 IL-76它曾经当过商用的货机，可是这个从俄罗斯空军飞来，那一定是军用机。那它飞来载的东西绝对不会是商用物资，结果一看，原来是 Mi-28的浩劫直升机。Mi-28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攻击直升机，相当于台湾的阿帕奇啊，你可以这样去看它，它就是台湾的阿帕奇啊。不过性能还是比阿帕奇稍微略逊一点，可是它一定载送了相当的 Mi-28给伊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能要预防斩首 ，OK？为什么？因为这种直升机专门对付低空目标，也就是说，如果有无人机或者是有特战部队要降落在总统府附近，就是说，比如说要斩首哈米尼的时候，这种直升机是最有用的。那对不起，马杜罗就是没有这种直升机，不然他很可能不会被斩首，知道吗？委内瑞拉就是没有攻击直升机，一架都没有。所以其实 Mi-28其实很好用的，那所以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的防卫作战里面，也把反斩首的阿帕奇当成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个直升机被紧急运到德黑兰了，你就可以去想象，哈米尼是怕了，高龄86岁了，已经带领这个国家30年了，接下来我跟你讲，最有可能是不是被美国斩首？是被尼坦雅胡斩首，因为以色列才有这个决心。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最忌惮的是伊朗，比美国还要忌惮。对，为什么？只要以色列能够那个斩首哈米尼的话，那我跟你讲，全犹太人都会欢欣鼓舞。为什么？因为这放在心中那个刺已经很久了。虽然这几次的，比如说12日战争，以色列是打赢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保证伊朗接下来的核子设施以及它的浓缩铀计划会不会一夜之间就完成了？一旦完成，对以色列来讲，那是灭国的危机。所以说，以色列很有可能会来执行这种计划，就是说，将来有一天，如果说美国允许的话，我来斩首。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伊朗不是委内瑞拉，伊朗有阿拉伯世界里面最强的空军跟最优秀的飞行员，他现在就是说，除了埃及之外，第2强的就是伊朗空军。他以前有很辉煌的历史，也就是说，他在跟伊拉克对打的时候。